好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机动音乐，我是 Master 迪亚。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呢，是由七工匠推出的24毫米 f1.8这个 AF 镜头啊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给大家来看一下样片啊。好，那这个呢是七工匠的24毫米 f1.8呢，它的光圈呢是 f1.8到 f16。啊，这边呢还有一个 A 档啊。那在镜身的侧面呢，这里有一个 AF、MF 的拨杆，可以切换自动、手动对焦。然后这里呢有一个自定义按钮，然后可以例如说切换对焦物体啊，或者是人眼啊等这种功能啊。它前边呢带了一个可拆卸的遮光罩啊。然后呢口径呢是62毫米，最近对焦距离呢是0.32啊。看看我们家外边的大仙。这个呢是我们的微卓士24毫米 f1.8 AF 自动对焦镜头，搭配的呢是索尼 A7R5。哇，看他这样多帅！哦，他走了。哎，你不想说点什么吗？啊，大仙，啊，为了好吃的啦，说点什么吗？那么作为一颗广角大光圈镜头呢，我能想到的第一个使用场景呢，就是这个星空摄影。那我带着这支镜头呢，去我们这边的一些星空拍摄点，我去拍了一些星空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拍星空啊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带的相机和镜头。我这边呢是 GFX 100配的这个七工匠的7.5毫米 f2.8 鱼眼镜头，这是他们的1代镜头啊。然后这边呢是 A7R5 啊，然后是七工匠的24毫米 f1.8。这个是一个反正也能拍星空的一个镜头啊，我们去拍一下样片啊。然后这边还有 ZV-E1啊，这个配的呢是七工匠的最近获奖的一个镜头，是它的10毫米 f2.8 鱼眼镜头，带有夜光的2代版本啊。有一个事儿我要吐槽一下啊，那么我呢要吐槽一下这个七工匠的10毫米 f2.8 这个镜头的 GF 口版本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然后呢，这个镜头呢打看一眼，对不对？这个感觉好像还挺正常的吧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如果你是在夜晚拍摄呢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重点的来了，看这里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刚刚在夜里拍摄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这个是对焦环，就是 2.8 这个，然后我把它调到了最右边 f22 的时候，就是它确实都清楚，但是特别的暗，我还以为我镜头出问题。我才看到这个设定有点离谱啊，这上边的竟然是光圈环，然后下边这个呢，这里是对焦环，下边的这个啊，我之前用过的所有镜头，这个都是光圈环，然后这个是对焦环，这个镜头正好反过来了，所以我操作非常的啊，就特别的割裂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这个是2代，你看前面是对焦环，后边呢是光圈环，这就对了嘛，对不对？这对焦环怎么能放后边呢？太奇怪了啊！这是我吐槽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看银河呢，现在就在这一边。我想以这个树为前景，那这样呢，我们就要下到下边去了，看一下怎么才能拍到这个树这个银河。银河刚升起来，好，出发。好，那么一阵车光经过呢，我们来到了现在的银河拍摄下半场。可以看到呢，天空中的银河就在面前。我们先寻找三脚架。我肉眼呢，其实说实话，看着屏幕之后呢，我找不到三脚架，但是在屏幕上呢，我依稀可以看到我的这个三脚架。我用的是这个大三脚架。下边呢有个哥们儿在钓鱼。好，防止脏刺再磕到我们这次慢一点。我们把相机升到三脚架上，然后锁紧，哎，就会正了。好的，那现在呢是 ISO 42.9.6，光圈 f1.8，快门速度25/1秒。那我们切换一下手动模式啊，自动模式它不能调到1秒。ISO 呢直接来到这个51200，然后快门速度是1秒，银河直接就亮了。酷雷。
它的中心的锐度和边缘的锐度保持的还算是比较平均，然后中心的锐度在1.8的时候虽然没有达到最高，但是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往后收一点点 F2的时候就已经达到很好的一个表现了。关于全开拍星空这件事儿，我觉得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可以胜任的，只是这个焦段呢，对吧？还是不够广。那么这个镜头呢，可以作为接片镜头使用啊。那么由于它有 f1.8大光圈呢，所以呢，在这个焦段下啊，我们可以使用15秒的快门时间啊，以及 f1.8大光圈 ISO 2000啊，就可以把星空照亮了。效果呢可以说相当不错了。那配合我的 A1和 A725呢，都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了。那甚至呢，配合我的 ZV-E1呢 ，ISO 来到102400的时候呢，那这个就视频啊都可以直接把人点亮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看点有意思的东西啊。然后我们 ISO 呢，现在是80，然后160、250、320、400、640、1000、1600、2000、2500、3200、5000、6400、8000、10000、12800、20000、32000、40000、51200、64000、80000、102024，这个世界相机自然 ISO 非拓展下的最高 ISO， 我觉得还是蛮夸张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聊一下这个镜头啊，你是否值得购买？那这个镜头呢，可以说是我认为啊，在这个星空摄影里边成本非常低，而且效果非常好的一支镜头了。由于呢，它上边呢是直接有这个 AF/MF 的这个波感，所以在那个夜晚的对焦中呢，还是不错的，不需要在相机内置中来回反复的来调整。那这个镜头呢，相对于那种纯机械镜头呢，毕竟它有自动对焦嘛，就是除了拍星空这种题材之外啊，拍一些其他的，例如说房产啊、一些私房啊什么的，它都会有更好的表现，用途更广一些啊。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镜头呢，可能在日常的拍摄中呢，尤其是在盲操的时候呢，更适合拍摄视频来使用啊，因为它的这个光圈环呢，1.8到 f16这个期间呢，它是一个无极的光圈，然后呢，它没有任何的拨钮可以让它有那种段落感，所以呢，你直接拧动的时候，你完全不知道你到底拧到了一个什么位置。不过还好的就是它的 f16后和这个自动的这个光圈环这个之间呢，这个段落呢，是比之前的那支50毫米呢要清晰很多，就不会说误操一不小心就转到 A 上，从 f16一下子光圈全开了，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。那这一点呢是较于之前来说是有一个明显进步的。那么如果你的预算呢确实是不高，但是呢你就是想拍星空的话，那这个镜头的预算呢确实是可以的。而且现在呢，随着国内的空气质量越来越好呢，你可以看到不少的地方啊，都可以直接在城市周围就可以拍摄到星空了。以上呢就是我个人对这个镜头的一些看法啊。好，那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，这里是机动音乐，我是 Master 亮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